钱学森拿着一支红笔问学生是什么颜色，蓝色。这让钱学森十分不解。院长，他从来都没出过错，可能是营养不良，早上有些涩。此时正值3年自然灾害时期，全国陷入了粮食短缺的困境，有的地区甚至发生饿死人的惨剧。为了保障科研人员的基本生活需求，国家把最好的食物送到研究基地，因为这里正在研究可以让中国真正强大的秘密武器。钱学森被任命为该项目的负责人，他和妻子早年在美国工作和生活，曾担任加州理工学院教授的职位，从事空气动力学以及火箭和导弹研究，在这些领域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就。他与导师共同完成了高速空气动力学问题研究课题，并建立了著名的卡门钱学森公式，解决了困扰美国空气动力学的世纪难题，帮助他们打造出全球第一架喷气式飞机，从而让美国的航空事业可以傲视全球。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工作经历也为他赢得了国际声誉，使他成为世界知名的空气动力学家。可就在他想要回国报效祖国时，却遭到美国军方的百般阻挠。他们认为一个钱学森可以抵得上5个师的兵力。钱学森在2次世界大战期间参与了当时美国绝密的曼哈顿工程，是迄今威胁美国安全的唯一一人。Because he can build them a nuclear program. If he helps Red China become the equal of the United States, it's all over. 为了阻止中国的发展，美国将钱学森关进监狱，以间谍罪对他进行无休止的审问。每隔10分钟，他们就会敲击铁门，不让钱学森休息，对他进行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。短短10天，钱学森就暴瘦了10几斤。然而这些困难并没有将他打倒。在被保释出狱后，钱学森被迫停止了一切研究工作，处于时刻被严密监控的限制状态。他无法自由行动和参与公开活动。这段时间对钱学森来说是非常艰难的，但他始终保持着坚定的信念和对祖国的思念。当得知曾经的太老师陈书通成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时，钱学森和妻子又重新看到了希望。他们立即就给太老师写信，表达了迫切想要回国的决心和意愿。这封信几经周折被送到陈书通手中，并由陈书通转交给了周总理。在了解到他的遭遇后，毛主席让外交部迅速行动，和美方谈判钱学森回国的条件。最后，中国答应释放11名美国飞行员战俘，来交换钱学森回国。1955年，钱学森带着妻子和一对子女登上了回中国的轮船，他们远渡重洋返回祖国。陈赓将军在中央军委礼堂接见了他们。面对各方面都近乎空白的新中国，陈赓将军提出了自己的疑问：钱先生，我还是要再问你一句，我们到底能不能造出导弹？陈赓将军，美国人能造出来，我们中国人不比他们少个脑子，当然能造出来。好，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。钱学森的话让在场的人备受鼓舞。周总理告诉他，我国正在计划研制原子弹和导弹。对于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来说，只有拥有了自己的原子弹和导弹，才能在世界上获得真正的安全。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。钱学森深知肩负的责任和使命，他把对祖国未来的国防建设、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卫星的推想全都写了下来，连夜起草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。他仿佛看到了未来拥有强大国防科技的中国。毛主席看后非常欣慰，安排聂帅全力配合钱学森的工作。面对技术、人才、工业等各方面近乎空白的新中国，钱学森决定先从纺织入手。他需要大批的人才，聂帅就从全国各地调来研究员。试验需要大一点的地方，战士们就扛着铁锨来到内蒙沙漠，开垦出一片可以大展拳脚的研究基地。当时我们的国家很穷，朝鲜战争把我们的家底打光了，但聂帅还是竭尽全力满足他的要求。因为你在为国家铸造一把锋利的宝剑，这把宝剑在手，国家才会有尊严，人民才会有和平。聂帅，请您放心，学生就是为了报效祖国回来的，我一定竭尽全力。为了帮助中国尽快制造出导弹，苏联派来科学家和专家参与援助。他们不仅带来了先进的技术知识，还直接参与了中国导弹研发工作，提供了导弹教学模型和图纸数据，对中国导弹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。然而他们又担心中国会利用学到的技术迅速崛起，从而对其构成威胁。所以苏联专家就在技术交流上有所保留，每次讲到核心技术就会故意叫停，以避免我国完全掌握他们的导弹技术。研究人员想在课后留下来多了解一下知识，结果却遭到苏联专家的直接拒绝。他说协议有规定，苏联专家不在场的情况下，我们是不能接近导弹的。这苏联老大哥也太他娘的过分了吧！钱学森很快就洞察到这一现象，他还发现苏联带来的是初代导弹模型，根本不具备制导系统，属于被先进国家淘汰的产品。淘汰产品？趁他自己当上帝了，看人脸色的日子是不好过，所以我们更应该加紧把我们自己的导弹研制出来。钱学森劝大家别往心里去，由于我们没有风洞，没有试车台，就连导弹设计最基本的参数也没有，所以仿制是必须的，这样可以少走弯路，积累经验。然而令所有人没想到的是，
不久后，苏联竟单方面撕毁协议，并撤离了所有援助的专家和科学家。他们带走了大量重要的研究资料和设备，使中国的导弹研发陷入了空前的困难时期。我国研究院的科学家们并未因此放弃，大家在钱学森的领导下，夜以继日地学习理论知识。都明白了吗？明白，还行。大家附和着说明白了。老冯，你明白了吗？你哪部分不明白，你就可以直接提出来，我马上给你再讲一次。钱院长啊，其实我呀，全都没有弄明白。台下立刻哄堂大笑。是，大家都没有弄明白。这一幕让其中一名科学家想起了一件事。多年前，他曾到加州理工学院学习，当时给他上课的就是钱学森。一名学生表示看不懂黑板上公式的推算，他想让钱学森再讲一遍。钱学森听后却没有理会，继续在黑板上写起了公式。Professor Chen? Yes. Question? I was just wondering, are you going to answer Bill's question? I don't want to answer. Why? It's a statement, not a question. It will be a waste of time to respond. Likewise, Bill should not waste his time and his parents' money by sitting. 而如今面对同样的问题，曾经傲气的钱学森却主动放下身段。好，咱们再讲一次，来，帮我搬过来。科学家对钱学森的改变深受触动，大家也都不想让钱学森失望，就连负责安保的副院长也在努力学习。你看什么呀？没事，学习，瞎看。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，直接来问我啊。好啊。众人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智慧，克服了重重困难，最终推算出了导弹的所有数据，但制造业却跟不上。单单是一个火箭的发动机，至少需要4500个零部件。目前国内没有一家工厂具备生产精密导弹零部件的能力。聂帅提出了改造工厂的想法，可研究导弹迫在眉睫，短时间内根本无法完成更新换代。就在钱学森为制造导弹感到一筹莫展时，在客厅练习歌剧的妻子却给了他灵感。蒋英学习的是西洋歌剧，如今却把英文翻译成中文唱了出来，这让钱学森立刻想到把导弹也本土化。既然我们现阶段制造不出精密的零部件，那就尽量让各个总成达到设计标准，充分利用仅有资源，以总体设计负责对各个分系统的协调，从而达到符合导弹要求的工艺。毛主席问他导弹还需要几年？仿制导弹1年，自主研发4年。那么多长时间才能做到两弹结合呢？我向主席跟总理保证，8年之内两弹结合成功。1960年，我国第一枚东风1号导弹组装完成，战士们来到酒泉导弹实验基地，为导弹发射做着最后的准备。可在给导弹加注燃料时，却发生了意外，弹体不知什么原因竟出现了凹陷，吓得在场人员都不敢继续操作。钱学森观察后却说一切正常，弹体都变形了，这还能叫一切正常？我看这种情况不能发射。钱学森解释，这是在加注燃料的时候，由于弹体内部处于真空状态，弹体薄大气压强大，才造成的这个凹陷。只要继续加注燃料，弹体就可以恢复。可负责协调的指挥官却持反对意见，毕竟这是新中国的第一枚导弹，一定要保证导弹的安全发射。如果出了差错，他可承担不起。导弹发射因此被迫搁浅。副院长找到聂帅，问接下来该听谁的？是技术问题还是组织协调问题啊？技术问题。技术上的问题一定要听学森同志的，连我都要听他的，你晓不晓得？你听一下人家的名字嘛。学问像森林。对头。就这样，导弹燃料继续加注，弹体也如钱学森所言恢复了正常。所有人都屏气凝神，期待这一历史时刻。随着发动机的点火，导弹从发射平台成功分离，我国自主研发的导弹拔地而起。东风1号犹如一把利剑划破长空，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从此有了话语权。大家都为导弹发射成功欢呼雀跃。另一边，核弹试验也进展顺利，只是在爆轰物理试验时遇到一些困难。负责人吕部长找到钱学森，希望他能推荐一个工程力学方面的专家。什么层次的？当然是最高层次的。这个人除了在技术上有些造诣之外，还有一些领导能力，这样可以担任技术方面的负责人。钱学森立刻想到了自己的好友郭有来，早年他们一起在美国工作，郭有来还在美国权威杂志发表过学术论文。可当钱学森把这件事告诉郭有来时，郭有来却对制造核武器表示抗拒。我绝对不会去制造这么巨大的毁绝性的武器。学森，现在全世界有良心的科学家都在禁止它。如果有一天原子弹投到中国人的头上，我会后悔的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我曾经发誓要用我的学识改变中国人的命运。我一定要中国人拥有自己的原子弹和导弹，哪怕它的存在带来质疑和争论。但是我认为这是对抗侵略的准备，手上没有剑和有剑不用不是一回事。钱学森的这番话让郭有来改变主意，答应参加国家的核弹试验。然而新的困难却又接踵而至。
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席卷了全国，许多地方因缺少粮食而出现疾病，研究员和科学家很多也患上了营养不良。为了保证科研项目的顺利进行，聂帅把最好的食物分给了科研人员。这些配给品啊，是发给科技人员的。凡是部队体系的人，无论军师级干还是团级干，一律都没有。那些士兵呢？也没有。这是聂帅的命令，必须不折不扣的执行。钱学森对战士们的牺牲很受触动，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尽快完成两弹结合。很快，东风2号就开始了发射试验。然而，在导弹升空的第8秒，动力系统却发生了故障，东风2号瞬间失去推力，从半空坠毁在了茫茫戈壁滩。观察人员被强大的冲击震翻在地。钱学森来到现场，盯着残骸，十分自责。见众人都一脸失落，他便用轻松的话语鼓舞大家：“不就是天上掉下的东2吗？今天掉下来，明天我们把它射上去。但今天这个事情也教会我一点。”一定要把一切错误消灭在地面上，导弹绝不能带着任何的疑点上面，这个原则坚决不可以动摇，明白？随后大家开会讨论，分析东风2号坠毁的原因。研究员们各抒己见，却都没有说到问题的关键。这时，只会打仗的副院长举起了手。老张，你有话说，说吧。这导弹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啊，弹体经常会出现这个弹性的震动，这个叫定向陀螺仪也会随时发生摆动，而造成了一定耦合的现象。这会不会就是导弹无法正常飞行的原因啊？他的话让众人恍然大悟，纷纷觉得有道理。钱学森更是对他刮目相看。想不到短短几年的时间，副院长就成了内行。1年后，导弹全弹式车台建成，新的东风2号再次组装完毕。测试经过了146秒，一切正常。与此同时，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。1964年10月16日15时，中国爆炸了一颗原子弹，成功的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。这是中国人民在加强国防力量、反对美帝国主义核讹诈和核威胁政策的斗争中所取得的重大成就。毛主席却说没有导弹，原子弹是吓不住2个超级大国的，只有两弹结合才具备实战能力。我们还要发射人造卫星，给导弹加上眼睛，到那个时候啊，我们才真正有了说话的权利哦。我们能不能说得起这个话？学森同志啊，全靠你了。1966年两弹结合试验开始，研究员们深入死亡之海罗布泊，在这里选择适合的弹着区。由于此次试验属于国家高度机密，因此在发射结束之前绝不能走漏任何消息。于是聂帅决定把导弹和核弹从不同地方分别运到发射基地，现场组装择机发射，并提前撤离导弹发射所经过村子的牧民。可在导弹发射前72小时，天空却突然出现暴风天气，预测风速将会以每秒25米的侵扰，直接影响两弹结合的顺利进行。现场总指挥建议把发射延后，这时气象观测员却说出了自己的想法。他观察这个气旋的风力很大，但移动的速度也非常快，等导弹发射时气旋就已经离开了，不会影响导弹的发射。钱学森听后决定按原计划完成对接。看着眼前缓缓升起的导弹，钱学森想起回国前杜布里奇的话 China's aviation industry lacking. What challenges await you in China? What will you do? My country? I can do anything. If I want, I can grow apples. 杜布里奇先生，这就是我种的苹果。导弹发射前，聂帅给大家讲话：你们在做一件风吹史册的伟大事业，我希望你们克服困难，在最后的关键时刻做好各项工作，打一个漂亮仗，向毛主席、党中央、全国人民报喜。随着倒数计时结束，导弹点火系统顺利启动，东风2号夹带着所有人的期望直冲云霄，中国第一枚带有核弹头的导弹按照预定的飞行轨迹和程序进行飞行。导弹飞行了约9分14秒后，到达了894公里以外的罗布泊弹着区，在靶心上空预定高度成功爆炸，形成了巨大的蘑菇云。这一爆炸不仅标志着试验的成功，也标志着中国从此拥有了可以用于实战的导弹和武器。全国上下都沉浸在喜悦之中，这一历史性时刻也被永远铭记在中国人民的心中。钱学森为中国的航天事业和国防科技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，他唯一觉得亏欠的就是妻子蒋英。蒋英原本可以成为著名的歌唱家，可为了钱学森选择了回归家庭，然而妻子却并不觉得遗憾。我想说，这个国家可以没有像蒋英那样的歌唱家，但是不能缺少像钱学森那样的科学家。我愿意为此做出牺牲，这不是遗憾。
这叫光荣。生长在悬崖，在最高的山顶，才听得见回答。为什么好害怕？孩子放心去飞吧，在你的身后有个等你的家。让我们为那些两弹一星的功臣们致敬。